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我没赚钱啊，因为我最近啥也没做，没操作，没炒币。为啥呢？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行情没有什么炒作的必要，而且我对后续市场的风险表示非常的不乐观。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还是有的，而且非常大。我们今天主要来讲3个话题，都写在标题上了。我在节目的后半段呢，会着重的分析一下我为啥认为后续的市场不乐观，风险很大。如果说你们想保财保命的话，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啊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好，来讲正题啊。先来说第一个话题，那就是和咱们的圣上皇上习主席有关的话题。他现在呀，真的很难呀，我们要体谅皇上呀。咱们都知道，中国目前在放开风控，不做核酸了，也不扫码了，老百姓马上就要经济爆发了啊！社会上又有了浓浓的烟火气了，大家马上就要有好日子过了。但是，各位，你们不觉得这一切进行的有点太顺利了吗？老百姓闹一闹，白纸革命上街游行一下，咱们的圣上就妥协了，就解封了，就让大家自由了。可是你们看，习近平搞了3年的风控大业，要建立万人方舱、网格化治理、大数据监控，一人一码、行程码、健康码，你的行踪状态全部要监控，而且还建了那么多的方舱集中营，投资了那么多的钱，这些事情都是要花钱的啊！难道就说不风控了，放开了，那这些基建投资的钱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？目前来看呢，习近平真的是面子和里子都输了。目前习近平除了搞内斗、搞政治斗争是大胜，千古奇才。咱们的皇上啊，搞整人还真的是有一手。你翻遍中国整个历史书上的各个帝王啊，没有他这么牛逼的啊！仅凭一人之力，把整个共产党颠覆了，改变了整个共产党的党章、宪法、国法，牛逼吧？啊！但是论到建设经济发展啊，建设国家，咱们的皇上搞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失败的，没有一件事做成了啊，至少目前还没做成啊。你说一带一路啊，什么亚盟呀，这个亚投行这些东西，理想很美好，是能让中国啊称霸全球，有这种可能，但是目前还没做成啊。我们看它目前已经确定失败的，你看。雄安新区已经确定烂尾了，大国抗疫、西部世界、高科技奴隶制的这个玩意儿也有烂尾的迹象。他的个人权威呢，也因为这一次全国性的串联搞白纸革命而有塔垮的现象啊，让大家看出来习近平好像没那么牛逼，没那么定于一尊。好家伙，就是一群人上街举个白纸，你习近平就妥协了，那你算哪门子强人啊？你算哪门子的千古一帝呀？其实这些现象啊，咱们的皇上习近平心里也都明白，尔等贱民们不用铁拳镇压，他今天要上访，明天就会揭瓦。而且鼓自己吹嘘的大国抗疫，现在放开了，等于说晚了国外几年，最终还是要走国外人走的这条路。那么老百姓在这2、3年被封在家里面遭的这些罪也就白受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过度封控死的人也都白死了。那这些事情加起来，包括习近平一直在给国外大撒币啊，不给国内人发钱，给国外人发钱，这已经是让习近平损失了很多民心了，他的统治根基是出现了一些裂痕的。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啊？
咱们皇上该怎么扳回一局呀？面具人，我觉得现在能挽回习近平的面子的，能挽救习近平的，只有再放新毒了，或者是出现新的大流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圣上习主席就能扭转乾坤。为啥啊？你们仔细想一下，看，你们老百姓要求的要放开，那我现在放开了，然后呢又扩散了，又死人了。你们看我说的吧，不能放开，你们要闹要放开，那孤皇恩浩荡，顺应民意，放开了不封了，结果呢又大传染传开了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死了好多人，又变异出新的更猛的新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中国啊，只要一死人，怕死的中国人就又都恐惧了。然后呢，老百姓又再度封城了，而且老百姓也支持，你不封咋办？你看，哎，我们要求放开，结果打脸了，又传染了，又死人了。哎，看来还是习主席做的对，看还是我习近平说的对，不放开是对的。而且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啊，那就是下个月22号就要过年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下个月的月初，甚至这个月的月底就要春运了。哎，那这一春运啊，一聚集啊，可是很方便扩散的。哎，扩散开了以后呢，又大传染了，然后老百姓死人了，然后呢，哎，又封了以后呢，习近平就可以继续搞他的网格化，他的大数据监控，他的这个方舱集中营。搞他的以后什么农业方舱、工业方舱，而且还能证明习近平是对的，不放开是对的，是你们老百姓自找苦吃。西方自由的那一套就是坑，对吧？你看西方那一套并不适合咱们中国人，咱们中国人一自由一放开了就死人，对吧？啊，一说到西方啊，目前国内这边啊也吹风要放开出入境了。哎呀，面具人，我仔细搜了一下啊。网上目前没有什么讨论这些话题的，比如什么放开呀、春运呀、出入境呀、放新毒呀、新的大流行呀，这些事情你们串联起来啊，什么放开、春运、出入境这些东西结合起来，大家可以脑洞一下啊，自己思考一下，联想一下，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恐怖的新景象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面具人我自己脑洞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啊。我是希望这个世界，包括中国社会，朝着更安全、更稳定、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的。但是呢，面具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想问题总喜欢往更阴暗、往坏的一面去想。包括我做投资、做生意，除非是我自己脑冲了啊，冲动了以后，我不考虑后果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我都是要考虑最坏的结果，考虑风险的。那么一说到风险啊，我们来聊一下灰度啊，灰度、DCG、Genesis 这3家公司的财务状况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啊，老生常谈了。那 Genesis 的问题是最大的，基本上是救不回来了。他现在正在考虑破产的这个流程啊。那至于 DCG 和灰度，上期我们也都说到了。GBTC 的负溢价率已经低至了负的47.84%，ETH 的负溢价率已经来到了-50%左右。在面对外界的质疑，灰度他否认了自己资不抵债啊。那他的公司发行的这些东西出现了这么大的亏空，外界肯定会质疑嘛。那在面对外界的质疑的时候，灰度啊表现得很怪异。你说大家都在质疑他现在是否资不抵债了啊？那你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给大家澄清一下？可目前灰度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隐私，所以呢不能公开财务状况。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。如果你一定要公开的话，那结果就不好说了。那灰度这样做肯定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你想嘛，你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你的财务状况很良好，那你现在就把你的账单晒出来嘛，那这对你提升公司的信誉、增强业务的拓展是有大大的好处的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弄得那么隐晦、那么狼狈呢？你越不公开，越是让大家怀疑你，越心慌，大家越不敢买你的这些什么投资理财服务，是不是？其实面具人，我想说啊，当然了，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资料啊。
那就是对冲基金呀和什么投资理财公司啊，一旦出现了比较大的资不抵债或者是亏损了啊，像灰度这样啊，负溢价达到了50%，那它的窟窿已经是非常大的了。那理财公司出现资金亏空的话，它还不像实业公司啊，是可以通过促销、变卖产业把窟窿补个七七八八的。传统的理财公司出现资金亏损，它能做的挽回的事情非常少，几乎就只有增加利息、再度融资、吸收新鲜血液、新鲜资金这一条路来走了。但是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相当于是利滚利了，它的后期的运营压力会越来越大啊。我说的还是传统的法币理财贷款之类的，出现这种问题都很难回天。那你更别说是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非常不稳定的、动不动就腰斩的加密货币公司啊，它一旦颓势是几乎不可能翻身的。你们仔细看嘛，今年传出的暴雷的公司，太多了，而且呢，几乎无一生还啊。一开始公司都会说啊，没问题啊，说出来一系列维稳的话。可是呢，他们的结果都是难逃一死。所以灰度这一次传出的这些丑闻啊，我看他是悬了。你更别说在这个月12月14号啊，还剩3天左右的时间吧，美联储还要再度加息。那美联储再加一次息的话，无论是50个基点还是75个基点啊，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的。那这会对加密货币和灰度这样的机构再雪上加霜的。所以面具人我预判啊，即便是只加50个基点，那市场的良性反馈都不会有多大，甚至可能啊，这一次的加息会成为击垮灰度的最后的一根稻草。那你更别说非农数据，上一次就前几天公布的那个非农数据啊，它依然强劲啊，老百姓的就业热情还非常高。那如果说非农数据它的这个显示出来的就业指数啊非常强劲的话，那则证明它还有更大的加息空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的市场我不是很看好啊，就算是加息50个基点也不好。那你更别说是加息75个基点了，75个基点的概率不低啊，因为非农数据很好，对吧？所以我建议大家最近的操作啊，还是要考虑后续的风险啊，谨慎一点为好。而且加密货币它现在逐渐在式微啊，在颓势。你有这些钱哦，你不妨去思考一下，这些钱能干的事儿太多了，能做的有意义的事儿也很多。好，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能让你的资产和政治生活更安全的一手资讯的话，那就请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我的及时的风险提醒和商机分享了。更精彩的节目还在后面，我们下期再聊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